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。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人属于常有理的，不管说什么话都是对的。既然自己对的，自然别人都是错的。这样的结果要改正要认错，当然是对方的事。这种情况现在多不多不好说，改开前几乎都是这样。其实倒真不是他没说错的，而是话语权就在他一边，他说你错就是错的。原当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宣传科长的何金明，文革时红卫兵给他开批斗会时的审问挺有代表性。红卫兵批斗时要他交代问题，可何金明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。红卫兵说你老实交代问题，他的反应是交代什么？这种情况只要对方是强势的，现在也能遇到。我就遇到过警察问我你做过什么坏事吗？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什么坏事？现在和以前的区别是，现在文明了，你反问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以前不行，说明你态度不好，对方就会很生气。红卫兵被何金明一问，就觉得他不老实，声音一下提高几倍，叫道你解放前都看过什么书？这问题不难，何金明也好回答。他说看过鲁迅的书、茅盾的书、巴金的书、郭沫若的书、高尔基的书。红卫兵一下打断他的话说不准你侮辱鲁迅。红卫兵认为你既然是反革命，当然就不能看革命者的书，哪怕是解放前根本还没这个文革，你也没资格看。这说法理直气壮，只是你听了哭笑不得。这还算好的，红卫兵继续问解放前你都写了些什么反动文章？何金明不承认自己写的是反动文章，他一直坚信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很进步，所以他回答说我那些文章不反动，是进步的。红卫兵说胡说。何金明解释说真的不反动，我的文章有些现在我自己还收藏着，请革命群众审查。何金明认为解放前的文章都是批国民党统治的，都是进步文章，没想到红卫兵不这样看。红卫兵说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还有什么进步的？什么批评了国民党反动派，那是小骂大帮忙。这逻辑谁能说得过他呢？总之他要定你反动你就反动，怎么做都是错的。这逻辑不是用在一个人身上，而是可以用在所有人身上。比如解放前的知识分子，有的是留学回来的，有的在国统区工作的。这些人没有接受过马列教育，就算是马列的专家，比如吴恩玉，解放前就是研究马克思的，可他不在延安，而是在国统区，所以也要重新学习。理由很正确，你们都受过国民党反动思想的人影响，你们就要重新学习。这批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的知识分子，从此进入了一个怪圈，即你必须承认自己思想是错的，是有原罪的。你承认了，就要接受思想教育；你不承认，你就思想反动。如果承认反动没有后果，当然也无所谓，可那时只要思想反动，就可能没有工作，严重的都要送去劳教。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承认自己有错，有错就要学习，学习就有个合格还是不合格。接下来是不是合格，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他说了算。这样你的学习极可能几天过关，也可能无穷无尽，所有的话语权都在别人的手里。一句话他说的都是对的。这种方法开始的时候主要用在国统区知识分子身上，文革后连自己人也用，这样就没一个好人了。这套逻辑无往不胜，他能把两个完全对立的观点说成都是对的。余光远写到过1974年北京中医研究院和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同时得到上级的指示，要他们以实际行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，积极参加平法批儒的斗争，要这两个单位各写一篇文章。文章的题目已经拟好，一篇是儒家是如何破坏中医，一篇是儒家如何破坏西医。不管怎么说，就要证明儒家没有地方是对的，所以中医、西医都破坏。一个社会的荒唐体现在没有错的，只有对的。只有对的社会一定是个到处充满着荒谬的社会。在荒谬的社会里，还有一些国人能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者，确实不容易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